34岁精致猪猪女孩相亲究竟能有多自信？我感觉我可能有点颜控，我就觉得我自己长得挺好看的。女孩认为她拥有着世界上最完美的外貌，凭借着她貌美如花的颜值，想找到一个有房有车年入百万的高富帅非常简单。不仅骄傲地表示自己极具特殊的女人味，对，我感觉这个女又挺女人味的吧，甚至还直言宁愿单身一辈子，也不愿和普通男人结婚。如果我跟他结婚的话，我宁愿单身一辈子。并且与其他大龄剩女不同的是，她总是幻想自己是一名霸道女总裁，喜欢吃旅行、看小说，很多女孩的那种什么啊，走上人生巅峰的那种的，通过自己的愤怒，然后成为一个女霸总。她希望可以通过婚姻来让自己走上人生巅峰，甚至还期待所有的男人都可以在她的掌控之中。女孩名叫李晓彤，34岁，江苏连云港人，身高1.66米，现在是失业状态。在此之前，她曾做过6年的北漂，可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她发现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养活自己。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小彤了解到主播行业的收入颇丰，再加上对自己天生丽质的绝世美颜非常自信，于是她便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工作，孤身一人来到了杭州发展。可没想到来到杭州后，她面试的几家公司竟全都将她拒之门外。一气之下，小彤就决定自己运营账号当网红。她认为以她的口才和能力，在1年内赚到几百万并不难。1年几百个 W。对啊，我现在就想着，我现在是有点业绩，或者不行，我去那个公司里边去上班啊。眼看着小彤如此自信，主持人便询问起了她现在的生活状态。就起来自己做饭，然后再刷抖音、逛超市买东西吃。小彤认为，尽管自己现在没有工作，无所事事，可她精致的生活方式却是可以得到很多富二代的偏爱。随即，她便主动邀请主持人去她家中参观，她想将她最完美的一面展现给男嘉宾。来到了小彤家中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她整理了一上午的桌面、刚睡醒的床铺，以及还没有吃完的剩菜。可即便如此，小彤却还依旧骄傲地解释道：“现在的男生都喜欢她这种慵懒的猪猪女孩，她需要做的只有多姿美丽，而家务和赚钱都应该是男人的事情，并且她还保持着非常勤俭节约的美德。”你看看这个卫生纸，你看看你都能扔一下吗，姐姐？你都拿起来了，不给它扔掉，你还往这一放，干净的还可以用。随后，小彤向主持人讲述起了她最近的创业项目。她现在每天都会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来研究如何在5年内赚到人生的第一个1000万，并且她现在已经在短视频理论领域小有成就。她认为只要她开始拍视频，就一定能瞬间成为网红。紧接着，小彤还向主持人介绍起了她的择偶标准。首先，男生必须在杭州有房有车，年入100万；其次，身高至少要在1.8米以上；最重要的是，对方必须长得非常帅，因为只有顶级的帅哥才能配得上她国色天香的美貌。在了解清楚小彤的基本要求后，节目组便很快为她安排了第一场相亲。李先生29岁，四川人，现在正从事金融行业。为了此次相亲，小彤不仅穿上了她最具女人味的衣服，甚至还特地化了一个绝美的妆容。二人见面后，男生表现得非常腼腆，可反观小彤却是格外的热情。问你个问题，说彩礼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因为我天天刷抖音。小彤的灵魂拷问瞬间让整场相亲的气氛变得非常尴尬。男生认为只要彩礼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他就都可以接受。可小彤却表示，对方在结婚时必须给自己50万以上的彩礼，因为他们家就他自己一个孩子，不可能轻易的嫁给对方。在二人交谈的过程中，基本是小彤一人在滔滔不绝，反观男生则是每次说话时都被小彤打断。随着沟通的愈发深入，男生渐渐开始无法接受小彤这般热情的性格。尽管小彤尽力的将自己表现得非常可爱，但男生却是丝毫都提不起兴趣。在二人互相评价阶段，尽管男生非常不情愿，可他还是委婉的评价小彤没有悟性。可没想到小彤竟瞬间变得非常气愤，感觉都没有听说过男生对女生的一个评价是说这个女的要有悟性。小彤认为男生如此普通的条件根本配不上优秀的自己，并且从来没有人敢说她不美丽动人。眼看着气氛变得愈发紧张，男生不仅开始坐立不安，甚至竟趁着小彤上厕所的间隙落荒而逃。没办法，二人的此次相亲也只好以失败告终。但小彤却并没有因此而失落，因为他认为只有多见几个男生，他才有选择的机会。况且他只对有颜有钱的高富帅感兴趣。随即节目组便很快为他匹配到了第二个相亲对象，曹文创32岁，安徽人。相比于上一位男嘉宾，他的经济条件更能符合小彤的要求。二人见面后，小彤便立马主动添加了对方的联系方式，紧接着竟毫不避讳地询问起了对方有几块腹肌。在收入满足标准的情况下，小彤也非常在乎对方的身材，可男生腼腆的性格却再次遭到了小彤的贬低。震惊了，就可骨相可压抑了，可经济
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人。小童非常不满对方对自己的态度，他认为所有的男生在面对自己这样完美的女生时，都应该非常的痴迷和热情。随即他便立马向主持人抱怨，他宁愿单身一辈子也不愿嫁给这样的男生，他要的是能把她宠成小公主的男人，并且他非常想成为一个霸道女总裁。无奈二人的此次相亲也只好就此结束。在事后的采访环节中，小童更是直言表示，虽然他现在没有工作，但他一定会凭借着自己绝美的颜值找到一个超级富二代。那么对于这样精致的猪猪女孩，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30岁可爱小仙女相亲之言，有车有房的普通男生根本配不上自己。说白了就是说现在有车有房的男生多的是了。女孩认为以自己貌美如花的颜值和倾国倾城的身材，找到一个有钱有颜的富二代非常简单，并且尽管自己现在只是一名前台应聘小姐，但她却要求对方在结婚时必须在房产证上加上自己的名字。你需要在房本上写你名吗？那肯定啊。他认为即便自己一分钱都不掏，但对方还必须将自己当作小公主一般对待，因为能和他这样的女孩谈恋爱是现在男人们的福气，并且能够得了他的法眼的全都是最顶尖的帅哥。比较注重第一感觉，一般来说的那种帅哥我都是喜欢的。女孩名叫于敏轩，30岁，杭州临安人，现在是一名前台应聘小姐。从小到大，敏轩的家中并不富裕，因此她立志一定要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平日里，敏轩除了上班以外，最大的爱好就是护肤。她认为只要能保持着吹弹可破的肌肤，就一定能吸引到富二代的注意。同时，她的化妆技术也相当了得，不仅能做到妆前妆后仿佛换了一个人，甚至还能让所有男人都疯狂的痴迷自己。在正式相亲之前，为了彻底的展现敏轩的美貌，节目组便率先为她安排了一套期待已久的汉服写真。一直以来，敏轩都幻想自己是古代的千金大小姐，可奈何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满足她的愿望，于是她便委托节目组花钱为她圆梦。为了此次的写真拍摄，敏轩甚至还特地素颜出席，为的就是能将自己的美貌展现得淋漓尽致。而现实也的确如此，在换上了绝美的古装汉服后，敏轩就宛如人间仙子一般，不仅吸引了周边路人的驻足观看，甚至就连她也不禁夸赞起了自己的美貌。就觉得可能打扮的好看，心情会好，就是我真命天子我可能会在下一秒出现。在实现了梦想后，敏轩变得更加自信，于是节目组便立马为她匹配到了第一个男嘉宾沈先生，31岁，温州人，现在是一名设计师，在绍兴经营着自己的工作室，并且刚刚在绍兴贷款买了房子。由于相亲安排是在敏轩的上班时间，因此他也只好再次素颜出镜。二人见面后，敏轩就表现得非常害羞，并且还一直不停地解释着自己是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质才不允许化浓妆。眼看着男生并没有任何的不悦，敏轩才主动询问起男生的经济条件。男生表示他现在有车有房，但同样也有贷款，不过好在他现在收入非常稳定，每月的还款金额对他来说并没有太大压力。可听到这，敏轩却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打算要在这边买房吗？就可能如果要结婚的话，我就没有必要买房子。就是男生买。那男生是要全款呢，还是有贷款可以吗？说实话，贷款的话压力大，全款压力不大，不用还月供啊。敏轩认为他自己根本没有买房的必要，但男生却必须要全款买房，同时婚房必须要在杭州最繁华的地段，并且至少要在200平以上。敏轩表示，如果房子太小，日后他的父母就没办法和他们一起居住。不仅如此，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他希望在结婚后不要跟男生的父母住在一起。那不会的，子女长大了基本上都不会选择跟父母。大部分杭州男生可能现在也就家里一套和父母住。他认为现在有房有车的男生遍地都是，他想要的是有钱有颜的富二代，而不是现在的普通男生。在他眼里，可以和自己不爱的男生在一起，但却不能和条件差的男生在一起，并且在结婚时必须要在房产证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同时在外加最低50万以上的彩礼，否则他根本就不可能嫁给对方。见此情形，男生甚至已经无法满足敏轩的要求，没办法，此次相亲也只好以失败告终。相亲结束后，敏轩非常气愤，他认为节目组并没有根据他的要求为他匹配一名年入1000万以上的帅哥。随即他还补充了一点要求，男生的身高必须要在1.8米以上，否则就是对自己绝美身材的亵渎。于是节目组便为他匹配到了一名高收入的男嘉宾贾先生，30岁，甘肃人，现在正从事医药行业。二人刚见面后，男生就被敏轩国色天香的颜值所震惊。这一次敏轩全装出席，与上次相亲时的样貌竟天差地别。在了解到男生的经济条件非常优渥后，敏轩便借此机会继续提出了要求，他希望在日后的生活中，男生可以包揽家中的所有家务，因为像她这样的猪猪女孩是不可以刷碗做饭的。我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这个家，又要工作，那我宁愿选择单身。我毕竟这样子照顾的话，就只需要照顾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了。听到这，男生瞬间表现出了自己强烈的不满。然而敏轩却认为她这样优秀的小公主，想找一个高富帅还是非常轻松的，自己完全没有必要和贾先生这样普通的男生浪费时间。你觉得找对象现在难？
怎么说呢？对我来说不太难。由于二人的三观不合，此次相亲也只好匆忙结束。在事后的采访中，闵轩依旧认为大部分男生都配不上自己，只有高富帅才能得到自己的青睐。现如今闵轩也已经踏入了大龄剩女的行列，不能再通过美颜来欺骗自己。那么对于这样可爱的小仙女，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30岁高冷小仙女相亲直言必须要找有颜有钱的柴二代。我说如果是他那样的情况，那还不如找个拆迁的呢。如果说1.7米几，家里是拆迁的，他那个经济可以把他盖过去，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啊。女孩认为以她倾国倾城的颜值绝不可能嫁给普通男生，并且她从小就有一个嫁给霸道总裁的梦想。同时在有房有车年入100万的基础上，女孩还有2个特殊的要求。首先就是男生的身高必须在1.75米以上，其次对方必须有着风华绝代的气质。是前任身高多少？都挺高的，175以上。那你还是蛮看重气质这一块。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气质也有这一块的。作为一名气质非凡的美女，自然是不能轻易恋爱，因此在她30岁之前也仅仅只有过7段感情经历。但可惜在相处了一段时间过后，她的历任男友都几乎无法满足她的经济需求，没办法，她也只能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分手。而这一次她登上相亲节目的目标非常明确，必须要嫁给一个有钱有颜的柴二代，否则就是对自己绝世美颜的亵渎。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应该都要具备的，然后再有那个基础去谈感情，对，谈婚姻，谈家庭。女孩名叫王显英，30岁贵州人，现在在杭州从事销售行业。从小到大，显英就对自己的颜值非常自信，不仅在上大学时就是学校的校花，甚至就连在从事销售工作时也深得客户的喜爱。可就是像她这样一个极品小仙女，在相亲时的要求却其实并不高。女孩认为，首先男生最起码要有房有车年入100万，其次必须是杭州本地人，同时房子必须在杭州市中心有2套以上，并且至少要大于200平。相比之下，显英对于汽车的要求则是更加放宽。30万以上都可以，都 OK 了。显英认为只要是30万以上的车，她就都可以接受，因为她的前男友就是家庭非常富裕，但却仅仅只开着一辆30万以上的普通轿车。见此情形，主持人顺便询问起了显英过去的感情经历，更没想到她现在的全部要求竟都和她的前男友有关。显英的前男友是杭州本地人，身高175，在杭州经营着自己的工厂，并且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柴二代。据显英所说，他们恋爱时非常的甜蜜恩爱，但最后却由于男友母亲嫌弃自己才被迫分手。在初步了解了显英的基本要求后，节目组便立马为她匹配到了第一个相亲对象，网友29岁河南人，身高1.74米，现在正从事运营管理工作。可没想到看似条件优秀的男生，竟瞬间引起了显英的不满。他的衣品也一直没有到位。显英认为男生的穿搭和颜值都显得非常穷酸，在气质方面就能表现出他的经济实力并不雄厚。但迫于二人才刚刚见面，显英也只好想尽一切办法拒绝对方。在挑完男生身高的缺点后，显英便立马展现出了自己独特的优越感。他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是服装销售行业，因此观念和颜值自然是走在时尚的前沿，并且以男生这样普通的外貌条件，根本不可能配得上她这样优秀的小公主。无奈男生也只好表示自己虽然颜值不高，但家中确实有3套杭州的房子正在出租。听到这，显英不仅一改之前的冷漠，甚至还十分热情和男生讨论起了节假日的安排。我觉得浪漫的话是体现在节假日的一些小惊喜上面。显英认为男生想追她的前提，至少是要每个节假日都为她准备小惊喜，上到奢侈品包包手表，下到平时的水果蛋糕，每一样细节都不能落下。眼看着显英的要求越来越高，没办法，男生也只好以工作繁忙为由草草结束了相亲。在事后的采访环节中，显英竟毫不避讳地指责起了节目组的安排。他认为相亲对象即便不是高富帅，也至少要是杭州本地的柴二代，否则凭什么能驾驭得了他？于是节目组也只好再次为他匹配符合要求的男嘉宾。孙先生28岁，杭州人，身高1.77米，现在正经营着一家自己的汽车美容店。二人刚见面后，显英就立马质疑起了对方的身高。他不仅认为对方谎报身高，甚至还要求男生必须现在就向他证明，否则他就立马离开相亲现场。没办法，节目组也只好找来道具，现场对男生的身高进行测量。真的177，还真是177，你看。在确定了男生没有撒谎后，显英便继续询问起了对方父母的工作。可就在听到男生的父母都是公务员后，显英竟再次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因为她认为公务员的工作太过稳定，并且收入不高，很难像她前男友的父母一样一次性拿出来80万的彩礼。他父母会一次性的，比如说50万、80万这样给他补进去的。并且显英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对，我也有个弟弟。他希望二人婚后男生必须全款给他的亲弟弟在杭州买一套房子，因为他认为绝不能苦了自己唯一的弟弟。听到这，男生瞬间表现出了极大的恐慌，无奈他也只好以他配不上显英为由匆匆逃离了相亲。在相亲结束后，更没想到其实显英也根本没看上对方，就身高达标，其他还欠差一点吧，他自己的能力稍微有一点
低，对吧？谢英认为，除了身高以外，男生的任何条件都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以他貌美如花的颜值和与众不同的气质，高富帅都要主动送上门来。至此，谢英的2次相亲都以失败告终。那么，对于这样高冷的小仙女，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我今天呢，特地去那个山里面拜了那个神仙，人家都说他挺灵的，求什么都可以实现。所以呢，我想求他，让我呢尽快脱单。我说保佑我在40岁之前把自己给嫁了，也就是今年之内把自己嫁了，然后明年呢生1胎儿子，后年生2胎女儿，大后年生3胎女儿就可以了。人生最大的幸福呢，可能就莫过于结婚生子，家庭和谐，有一个爱我的老公，疼我的公婆，懂事的小姑子。我还想让他保佑我，让我找到一个呢1.75米以上的男生，城市户口，有房有车，对我呢是疼爱有加。过马路呢他会拉着我的手，吃饭的时候他会把好吃的先夹给我，逛街的时候会买漂亮的衣服给我，天冷怕我冻，天热呢怕我中暑，特别贴心的那一种男人。公婆呢把我当女儿疼，使不得我干一点活，使不得我受一点委屈，把所有好吃的好喝的都留给我，把钱都拿给我。看着我这么有诚心，我觉得神仙他都会感动到流泪。所以我觉得我的梦想很快就会实现了。在我们小家里呢，有老公，有1个儿子，2个女儿。我们家呢1家5口，在一个房子里面打打闹闹，孩子呢干着力所能及的家务，作业不用我操心。老公呢出去挣钱买菜，使不得我干一点活。人家都说女人是水，男人呢是山，也就是男人呢可以像山一样有责任心、宽阔，给人安全感。女人呢如水一样柔情，只要呢保持好完美身材就可以了。这呢就是我想象的完美生活，也是我想要过的生活。假如遇见了，那我肯定呢会好好把握。我还特地呢抽了一个签，上面显示我是上签，然后我找了那个看签的师傅，他说的呢和我想象的是一模一样。可能神仙都听到我说的话了，所以呢我也要加油，多出去逛逛街，买衣服。人靠衣装，美靠靓装嘛，所以穿着打扮漂亮点肯定是没有错的。然后就是健身，我呢会每天坚持做平板支撑啊，做深蹲啊，让自己呢保持在25岁的身材。以后呢我也会坚持去相亲，让自己呢多一点机会，万一呢就遇到我的白马王子了，对不对？也说不定的嘛，人家都说了有梦想就会实现，况且呢我这么有诚心，还这么优质，是不是？